复杂，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原来他挺红的，他也挺红的，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啊，这个就是双赢，甚至携手走学，对，那价钱可不是翻1倍的问题，对吧？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他这个就是用现代话，他突破圈层了，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他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还有比如说家庭类的他身份也更多元了，对对对。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我觉得是的，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的。我可能骂，也可能要我要说，那肯定人家骂我装，那说骂就骂，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适可而止。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呐，这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这1、2年还对吧？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说害怕出名啊。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冬升导演吃饭，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然后家里全是演员，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就到了后面就是疯的疯，惨的惨，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越扑腾越下滑，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他说像他这样，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见过山顶的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饭吃，还能拍戏，然后还能提携底下的这样的导演，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也要做一个稳居2线的人，因为这样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因为他接受不了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心态还挺可怕的。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哈，好比说明星找明星，我现在听了你说的，我开始相信，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我认为最早就是2个人相爱，跟普通人一样，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儿。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你的意思好像还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像山口百惠跟山本有和的关系，他确实对，因为他俩在一起，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对，就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这么说，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没准儿他们俩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人民群众不答应。你看他这种事儿哈，因为这2个人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都非常有名，尤其山口百惠是大名，对，然后他结婚以后迅速退出演艺界，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复出啊，起码他这个婚姻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历程都走完了，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金童玉女的，全都走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中国文化，你看那个谁，就是原来，林青霞跟秦汉，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年轻的，我像他这岁数，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山口百惠这路子吧？他肯定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所以演艺人员他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人民群众的期望，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从戏里演到戏外，对吧？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哎，我一直觉得这词儿也挺逗的，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儿，没这词儿，国民媳妇儿，对，国民什么老公，国民什么，哎呦天哪！我想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啊！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呢，就是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就是说觉得童男育女的这帮演员，他应该凑成一对儿，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啊，从相貌到能力到什么都是一些。但是突然发现，我们这社会绝对不是这样，你越漂亮，你越有成就。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尊敬的女演员，对。他就一定在最终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我见到过一个，我们不需要去说人，因为我现在不能挨个点人名，这我不敢。但是你仔细想啊，你其实心里都有人名啊。他绝对不是看一开始，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最后一个著名导演，2个人大家都说哎这也可以，突然发现不是，
不是人家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想法？是不是我这么想？是他对，等，人家是他自己这么想，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开始，后来没走到头。哦，你们俩挎着搂着肩，挎着腰的走了好老远，最后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突然你翻过来，你换一人。是这事儿不行吗？哎，马爷在等这块儿，这刚才不是说国民信吗？说的国民信，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好现象，就是有大家都不勉强，天下大事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这点事儿嘛。只不过现在把这个事儿都拿出来，就直接就都那个谁那个林志玲结婚是吧？因为男友比她小几岁嘛。然后我看到最逗的那个我觉得评论太精彩了，那个评论是极富这个表现力。比如第一个，我看那评论就说，就是这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然后呢，旁边下面那条更厉害，下面说，我看这个是不良资产剥离，全是经济界术语。这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娱乐了，娱乐，对比听相声都过瘾。哎，汪老师，给爆料，你了解的内情多。林志玲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娱乐圈内情呢是这样，一般不告诉我们编剧，因为编剧有性格缺陷，就是他无法保守秘密。对，这个因为他没有的事儿他都能编出来。对，所以人老说你们那个你老举报说他们那个买收视率干坏事儿，都有你吗？我说我从来没参与，人不带上我，怕我说出去。所以没事儿，你编我们也爱听。你给我们编编。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群众爱看的这个八卦呀，基本上90%不是真相。有意思。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在于哪儿呢？我一看，哎呦，不是真相，它是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相。假象，事实有可能是假象。哎，这深了。哎，你给解释解释。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冰山上面10%，下面90%你没看到。那等着你呢。你比如说。为什么离婚？包括有一些选择什么时候公布，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早分居了，为什么不公布？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化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资本不答应，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你在这中间。你们俩都是，比如说明星夫妻，你们俩一宣布离婚，股民怎么办？投资怎么办？有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现在有很多那个商品的代言，你的身份特殊，你代言的商品特殊，在代言期内，如果你改变身份，比如你是个母亲啊，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他是这个业内人，我是业外人，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在那业内混过，就老听一耳朵事儿。现在那个合同，我听说我的有这么签合同，那很吓人。你主演，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不得超过多少？明白吗？你拍摄的时候，你突然变成一胖子，谁受得了啊？人你这个形象下来没人看了。所以你作为男主演。你在拍摄期间体重上限是70公斤，下限是68公斤，你还得控制体重。对，你说这个，我确实觉得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啊，你说怎么叫依法？比方说，他们给我讲有的签哈，那当然你这个艺人违法犯罪，这个影响了你的戏，这不用没有争议，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但是它还有一条就是你道德风尚，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那么你这是或者说到时候谁来裁定你家庭发生的这个变故叫做违反了我们合约里所说的这个不道德了？那么人没有说你不道德，只是说你在我这个资本控制的这个时期内，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是这样。因为其他上市公司对于这个法人，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这个婚姻状况，也是严格管控的。以后明星签合约不准离婚。对吧？不准公布离婚。哎，方舟，你这么爱八卦的，最近这一连串的，你们小朋友怎么聊啊？
没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原来这个离婚啊，大家都说都很纯情的，就说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是很纯情的。现在都是哎呀，肯定早离了，肯定就是捂着不说。所以群众都知道真相。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现在大家也没有原来那么单纯，觉得特别相信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现在都接受他背后还有一套。对，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是什么呢？是在这类的，就是婚姻八卦中，过去永远是离婚远远大于结婚的八卦，这次是结婚八卦大于离婚。你比如林志玲结婚，她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就是那个网络瘫痪了，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就所有人都要看她跟谁结婚怎么回事儿。过去就是这个明星们一离婚，大家觉得天大的事儿。现在大家觉得离婚是个正常的，结婚是个不正常的，所以不正常的就受到人关心的多。哎，你觉得林志玲为什么会找了这个日本的？那男的多好啊！那个男的我不太了解，好在哪儿？就是那男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然后那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而且那男的特别温柔，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他对小孩啊，然后就包括对工作人员非常好，所以我不太习惯现在的人老用什么下嫁什么或者嫁丑男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就是这种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我觉得那男的多好，要我也愿意嫁，但是人家就不愿意，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男的。哎，我跟你说，就说这个，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啊，我这个名字要很谨慎的说啊，叫苍井优。说对了，说对了吧？说对了。苍井优，哎，清纯美丽是吧？就是不是那跟苍井空有什么关系？您好不容易绕开，什么意思啊？姐妹是吧？没有关系。苍井优，哎，非常美丽，对吧？青春那个偶像。然后呢，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嫁了一个说相声的，等于说就一搞笑的，也是长得也就是不比咱们强多少吧，对吧？好，但是呢，他们就说啊，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啊，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然后呢，这个苍井优说了一句话挺好啊，就是说啊，他说你爱一个人，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不如说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就是这个女的，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她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她最满意的。哎，你看这也是一种婚姻观婚恋观。现在就是很自私嘛，你这不就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爱，就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哎呦，这个事儿比较不是，就是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不是，也不是。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猜不准。不是这样，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有钱的、在社会地位高的相处，我后来觉得我特别就是尤其两性的相处啊，男朋友什么的，我觉得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就是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让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就觉得哎这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整天多紧张啊，就觉得她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对，然后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整天就在猜，就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今天对你好，明天就会对别人好，而且你总在猜，就是他这个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你其实并不存在，就是所以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对，你花了吗？我没花，我都没花，我都那么紧张，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也不是说自私，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就后来都挺折磨的。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主要是没花钱。对，所以他紧张。就是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哎，就是咱就说这个星，刚才这个汪老师讲的，我一下想到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你评分很高的，英国拍的，就是行星。行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应该叫8大行星啊，8大行星就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太阳系是活的，然后你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撞那个行星撞击形成的。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就是体量大的这个婚姻呢，不管是结和是离。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你确实，你知道，就是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您讲这个事儿，我一下都能想到，
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啊，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啊，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或者汉代的和亲，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这么大体量的时候，你们的结婚哪还是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简单嘞？当年的欧洲这合纵连横，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能统治多半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欧洲的丈母娘嘛，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就是你看，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一结，那到换到今天的这个商业社会、资本社会来说，我们这一结，多少资本就媾合在一起了；我们这一离，多少股票就烟消云散了。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回到咱就知道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中的两个人，他也很难像咱们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当然，他得考虑，比如说，咱俩我也一见钟情了，那么一下这家伙这影视那个影视这股份，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或者说他决定了我要跟他好，那是不是一帮 CEO 就得跟他聊聊这事儿？当然这是肯定的。这个他的经纪团队，他的宣传团队每天是在开会的。看见你们俩今天吵架没有？开会。是啊，包括俩人，如果他要表白，怎么表白？他有大的文案组，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我还听你说跟这个电影这个什么时候出来选角儿都能扯上关系。当然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爆料可以不点名，爆料不，但是我是说明星夫妻啊，我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经常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男主角找谁，女主角，找他们俩吧，他俩是明星夫妻。我这样，男一号也有了，女一号也有了，我说咱千万别。我说找演员，人家出去一下拍好几个月戏，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他们想自己待着。我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我听到的他们分析那个离婚原因，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艺人聚少离多，各自在两个剧组，这不是？但是你看见有个别的啊，老爱腻在一块儿上一个戏的很少了，已经。对。那为什么呢？工作是工作，就回家见着他就行。这工作天天上班还一块儿，不愿意。如果能选择的话，尽量分开，也有利于工作。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啊，就说哪谁够爷们儿啊，家伙这个离了婚净身出户，说现在还拍戏呢，就每天365天，就为了就是说把钱都给老婆了嘛。那么所以就接什么戏都接呀。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模范过2年再离一次。再离一次，有这个离婚拍戏，有这样的，就是特喜欢结婚分财产再结就我谁喜欢？他就这个，我碰见过这个男的，他不是这个明星啊，就是生活中有这人。后来我说您这好，您这辈子过日子就是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就这么一套程序，这辈子就这么过来，平均7、8年来一回，每回都跟真的一样。所以咱老百姓关心的就是那体量巨大的。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贝索斯吗？亚马逊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是创始人吧？这家伙4700个亿。4700亿，当然就说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这么多年，他老婆也挺独立的，挺有出息，还写小说。你作家，你作家，这个特别激励我。我跟你说，我为了向他们学习，我专门来一段，就是说，2019年1月9号，世界首富贝索斯啊，在推特发文，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啊？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和麦肯齐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新情况。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所了解的，我们俩相爱了几10年，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啊。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一起生活。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彼此。婚后的每一年都使我们感恩不已。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关键和这句话，即使我们事先知道我们将在25年后分开，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选择遇见彼此，步入婚姻。这就是您说这就好这个了，对吧？哎，9000多亿，将近1万亿的这个钱呢，就是一人一半。而且那女的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就那女的捐了很多钱，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得一大笔赡养费之后，手里有写作基金什么的。对，我觉得做出贡献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因为他还是动用了很多的媒体资源，就是包括因为他自己是出轨嘛，然后就是去美化他出轨或者掩盖。出轨了谁的闺蜜？对，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好像是。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她拥有的这个话语权会更多一些。这女性她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嘛，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但是我们娱乐圈呢，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是舆论环境对他们来说严酷了。这说的对，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其实越严酷的情况下，他越要撒谎，越要伪装。越伪装，一旦伪装戳破以后，就特别狗血。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设崩塌，也是因为现在舆论压力特别大。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还有好多我有时候看点这乱七八糟吧，咱们个个狗血，个个你看着就没逻辑，个个你觉得这事儿要是由汪海林大编辑编出来，大家都说瞎编，但它就是个真事儿。对，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儿越来越多。哎，我的一种心理，我问问你们啊，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但是我这个底儿是什么啊？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我的娱乐，你明白吗？但是我意识到，我周围有些人呐，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我听旁边那人桌说那桌说啊，说哎这范冰冰就怎么着，李仁就怎么，哎，我听着听着，我觉得他是真相信呐，就他真以为是他分析的这样啊。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但对我来说，这不就是个段子吗？是一种聊天高兴。就我不就遇到过，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被人认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议论说，哎呀，这谁啊？说这蒋方舟你都不认识啊？说蒋方舟是谁啊？蒋方舟北大才女，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呢。然后我当时我又在拍广告，我又不能说，哎呀，也不是，你知道吗？我终于觉得我的节目值点钱了，还能产生绯闻。他们说的非常确凿，就当着我说。对，他认为他就是就是说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说啊？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舆论混乱的环境下，我有时候又变得像这样，您能理解吗？就是说，我有时候不相信人私下里说的，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啊，这也是一种情况，你知道吗？因为你比如说啊，一个大家这个娱乐八卦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但是呢，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出来发个声明，他这个话呀，我觉得啊，他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着。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官方的，他官方哎，就是官方的公而告之的，因为那个你自己公开打脸。那倒是美国有个学者呢，他政治学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叫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娱乐圈的故事，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而且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包括您说的那个，包括我看到林志玲这个结婚以后，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对。那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就是为了明星配合这种想象。我觉得是在配合，有的时候甚至有意的迎合这些想象。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就是娱乐化、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这个能看出来。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啊，你要逐字逐句的。我现在是懒得惹事儿，过去啊，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那个话，分析他那些话啊。
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依然是什么？还是我们啊。你要如果正常的事儿啊，你要向社会宣布，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你宣布是说我们今日离婚，将来依然是朋友，就很简单了，对吧？现在都说的，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都是从这儿声明中来的。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叫“且行且珍惜”，对吧？您就熟。且行且珍惜这话，根本好像我印象中宋朝也不是什么文献上就有这话了啊。但是他抄下来以后呢，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一下就流行了，所以都且行且珍惜。然后这个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就这个句式，现在我看到那个网上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句式，丰富了汉语啊。对，那么在这点上，你就能看出来，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件事儿，是吧？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然后有头有尾，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对，而且写的呢，传播性很好啊。对，好说的好，你看这个就传播性很好。然后呢？半长不短的，他还不给你啰啰吧嗦写特长，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啊，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传播像他们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儿都是过亿的嘛，那肯定点击都是过亿的。我觉得都在玩火，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啊，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不了，就是你知道，就可能是就是岁数越大，这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我真是觉得。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说谁火呀，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儿，我就觉得不吉利。就说像这个年代就说，哎，火了，终于火了，好家伙！你比如，甚至于有时候觉得特可笑，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啊，播了2集，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火了吧，好像火了，你知道吗？太傻了，但是有的可能咣叽就真火了，我就说这为什么不吉利？火了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就是控制不住了。你下边你不就你火了之后，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鸭吗？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说玩火，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你到字斟句酌，然后呢，你想在这个里边谋利，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诸葛亮都玩不赢啊！那这面对着这么诡谲多变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民情舆情，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你能？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论这个发酵啊，它经常有变化。之前呢，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儿，呢，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他如果不原谅这个男演员，就下了。他一出来说，我原谅他，我接受他，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就是人家媳妇儿都不管，你管了，你瞎操心干嘛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做太太工作。比如说经纪公司剧组得做太太工作，安抚好。那么后来呢，有些时候呢，又发现。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然后呢，后来说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那么也就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你如果说，那是不是民政局呢？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那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合约问题，你还要赔偿呢，那也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呢，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就说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那既然那么复杂，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原来他挺红的，他也挺红的，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这个就是甚至携手走学，对，那价钱可不是翻1倍的问题，对吧？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他这个就是用现代话，他突破圈层了，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他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还有比如说家庭类的他身份也更多元了，对。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我觉得是的，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的。
我可能骂，也可能要我要说，那肯定人家骂我装，那真是骂就骂，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适可而止。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呐。这是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这1、2年还对吧？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说害怕出名啊。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冬升导演吃饭，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然后家里全是演员，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就到了后面就是疯的疯，惨的惨，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越扑腾越下滑，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他说像他这样，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见过山顶的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饭吃，还能拍戏，然后还能提携底下的这样的导演，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也要做一个稳居2线的人，因为这样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因为他接受不了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心态还挺可怕的。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哈，好比说明星找明星，我现在听了你说的，我开始相信，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我认为最早就是2个人相爱，跟普通人一样。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儿。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你的意思好像还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像山口百惠跟山不有和的对关系，它确实对，因为他俩在一起，它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对，就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这么说，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没准儿他们俩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人民群众不答应。你看他这种事儿哈，因为这2个人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都非常有名，尤其山口百惠是大名，对，然后他结婚以后迅速退出演艺界，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复出啊，起码他这个婚姻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历程都走完了，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金童玉女的，全都走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中国文化，你看那个谁，就是原来，林青霞跟秦汉，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年轻的，我像他这岁数，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山口百惠这路子吧？他肯定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所以演艺人员他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人民群众的期望，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从戏里演到戏外，对吧？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哎，我一直觉得这词儿也挺逗的，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儿，没这词儿。国民媳妇儿，对，国民什么老公，国民什么？哎呦天哪！我想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啊！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呢，就是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就是说觉得童男育女的这帮演员，他应该凑成一对儿，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啊，从相貌到能力到什么都是一些，但是突然发现我们这社会绝对不是这样，你越漂亮，你越有成就。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尊敬的女演员，对。他就一定在最终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我见到过一个我们不需要去说人，因为我现在不能挨个点人名，这我不敢。但是你仔细想啊，你其实心里都有人名啊。他绝对不是看一开始，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最后一个著名导演，2个人大家都这也可以，突然发现不是。不是人家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想法去？不是我这么想，是他对，等，人家是他自己这么想。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开始，后来没走到头。哦，你们俩挎着搂着肩，挎着腰的走了好老远，最后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突然你翻过来，你换一人，是这个意思，不行吧？哎，晚上这刚才不是说国民性吗？说的国民性，刚才举的是刚才举的是这个山口百惠的这个例子吗？为什么人家能够？我们说的不是。我们俩挎着，在你的视野中还非得一直不能走，一直走下去啊！公众就是希望这样一个结局，希望夕阳西下的时候，依然爱情还存在。几度夕阳红，哎，结果不是这事儿，
夕阳西下是个布景。所以马爷说这个呢，就是，大家关注这个明星的婚姻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把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投射到他们。哎，对了，还是编剧说的高吧？对，就这意思。两宋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两宋呢，我老想起宋丹丹跟宋方金，这个宋仲基跟对他改的剧本的事儿，对，就是宋仲基跟这个宋慧乔啊，对，他就是这样，金童玉女。就是全国人民希望他俩在一起。他俩在一起以后，大家放心了，说这样好了，他们都找到一个好归宿。这过2年，他们俩自己不干了，这个就是他不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是，我觉得对他们俩，他结婚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3年，那很短嘛，那还不如不结呢。对他俩的商业上影响很大，现在。不，那这个问题就是，那人家不能离吗？对，那人家就是说，人家需要为你的投射负责任吗？那你就要买单呢，你的片酬就下降了，是吧？那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么很多演员我们知道，其实跟宋仲基和宋慧乔是一样的状态，人家不宣布离婚。我明白了，市场是公平的，但是这个谁都怨不着，真的谁都怨不着。就是说，我们俩一结婚，突然发现我片酬提高了。我不能说不要吧，我即便再有风骨，我不能说这个增加的片酬是因为我的婚姻，你们才给我的，所以我拒腐蚀永不沾。你要这样，你牛是吧？但是你瘦了呀，你瘦了，这里边就有我们是因为你有一个模范夫妻，你在演这个，我们才愿意看你戏，你的片酬才增加，所以你确实担着一份这个呢。所以我后来就是对所谓的高光时刻这个词有更深刻的理解，就是好多你比如说好多明星来说他结婚的那一刻是他的高光时刻啊，上面所有热搜怎么样，或者是他什么公共事件，但是我后来觉得所谓高光时刻就是你获得了本来很多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不应该拥有的别人的希望的投射，不应该拥有的聚光灯，有一天你要意识到说你是要还的，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不拥有，但是在你拥有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意识到，这是人的这个自觉的这个部分。其实包括像明星的婚礼的问题、奢侈婚礼的问题，群众意见很大，造成。但是是啊，因为一下婚礼花那么多钱，但是我多少了解，有些也是朋友，我说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这么嘚瑟呢？他说没办法，是，比如说我这有一个经纪公司，他那一经纪公司，一谈商务都有了，我结婚不用花钱。全是赞助，还能赚钱，然后呢，半个月我在各个媒体首页，各个时尚杂志我是封面，我为什么不去呢？这是他被一个商业的这个列车给绑架了，你不干也得干。你干上以后你会更好，人家所有人告诉你都是这个话基本对有一个小误差，他不仅仅被商业的列车绑架，是他心甘情愿上，你还系上安全带，还跟这个走，还跟手外挥手，假装是个绑架，就是我好像不是特愿意，但上车以后我发现这车也很舒服也很快，我把安全带一系，唰跟着就走。等到站以后，现在有点琢磨过味儿来说，哎呦，我真是当时考虑不周了。但是你讲了这一番因果，我就明白这个贝索斯说的对啊。即便现在明白了，但是倒退回25年前，想一想，还是只能这么做。因为这个时代推着你啊，你要不你怎么办呢？你秘密结婚吗？其实也可以，你为什么不？也瞒不住啊，纸里包不住火呀。那种女明星要是结了婚，就说好，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那会不会就好点？就那一刻山口百惠啊，她就自由了，会不会这样呢？就女明星愿意说这个结了婚之后我就退圈了。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不是他如果在那个位置上，他不会退的。他是这样，他要是没啥名退了谁也不知道。他如果在那个高位，就高光时刻，你往上退，那除了山口百惠，他第一他有日本有这个文化，对他退下来以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那现在我们假设不能说人名，我老想吞出一人名来，就是你弄出一个啊，就这种高光时刻的啊1等1的女演员，她要退下去，所有人肯定说那啥。
他脑子智力啊，上海人一定说他脑子瓦特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脑子坏掉了嘛，对不对？对，他是这么认为，你的文化不支持这件事儿。我们的其实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一个文化支持形成的一个果，不管这是善果还是恶果，它是文化支持出来的，对不对？你说八卦这个热衷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八卦，要不然你也不做这台节目，对不对？是，对吧？你不能说别人八卦不好，八卦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有时候听听也没什么不对的。而且那八卦有时候它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方向去取得这个结果，跟别人传授。这个八卦呢是有作用的，就是当然咱这又不能让女性攻击我们啊，就是说。相比之下，女孩也承认，好像男的聊的少一点，对，女孩子们聊的多，这不算歧视女性吧？对，不算，对吧？这算赞美女性。对，那么有人说呢，人类最早为什么八卦呢？猩猩是吧？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小动物，它要玩游戏啊，就捕猎，这打闹是因为训练它成人之后，因为它需要去逮食物，所以它做这个游戏。八卦呢，你了解在择偶方面，社会的价值观。游戏规则，训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女孩某种程度上聊这个不是完全没用的，她在这个交流当中，她知道关于婚姻、恋爱、择偶，对，游戏环境、游戏规则、不同条件的比对、比配，你发现基本上全是这个。最早就是说是猩猩嘛，它叫梳毛，就是那个行为，就是说猩猩跟其他的动物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们会相互的梳毛。其实梳毛的时候，它就在八卦。这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在梳毛的时候，它能够帮你看到看不到的危险。就是你那时候是放松的，但是你也不知道你背后有什么，你旁边有什么。但是帮你梳毛的这个人，他说：“哎呀，这边可能有危险，那边可能有食物。”所以后来就是我一直觉得是在捉狮子，对，没有，它其实梳毛就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八卦的一个起源嘛。前2天我们一团队一女孩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个我每天下班回家我就跟他说这些八卦，哇，他是个理科男哈，他老是一句给我怼回去，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该分手了。你看他这个，他其实是一个他交流，他抒发是吧？不解风情。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儿啊，你说它不重要，它也可能很重要。它因它而起的议论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对于婚姻的选择，你说对吗？他在这个里边看啊，你比如说这个怎么办啊？出现了这种资本关系，你不信？哎，我再给你找一材料，我还有呢，就是你像我刚才给你讲一个女的，就是一气之下净身出户，最后后悔。那同样还有相反的，这个女的现在都出来了。让外遇老公净身出户的策略，就是你知道吗？发现这个老公在外边这个出轨，他的这个梦啊彻底粉碎之后，我要实现一个目的，不是跟他平分财产，而是让他净身出户、净身出圈。他说怎么办？我通过黑客软件定位跟踪，发现他凌晨去了酒店，第2天一大早我跑去酒店查看了监控，我破解了他的手机密码。挑出他手机里生意上重要的人物通讯录，破解了婆婆手机的密码，翻出老家所有亲戚朋友的联系电话，甚至于就是说，光有他出轨的证据，这还不够震撼他。他做生意的人和他的这个生意圈难免有些不法的事情，我连这个证据都搜集齐了之后，他说最后的一幕是在他的办公室发生的，拿到所有的证据到他办公室。10分钟之后，他就出来了，老公签下来的，1分钱不要，所有的财产归他。他说，而且我还是要让我的律师通过法院来把这个判下来，因为这种私下的协议还怕不够法律效力。你瞧，现在已经有了这样有胆有识的了。这个给我对这个就不值得模仿。这个事儿给我听的有点毛骨悚然，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就是这么干事儿，你这个对不计后果，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事儿啊，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那任何犯了错误都有一个救济方法。救济方法只能达到相对公平而已，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尤其不能说你还我青春，简单的说，那我也有青春，是不是这意思？男女这么一分手再说，什么我那么年轻，我那么漂亮，嫁给你了，你现在还我青春，那青春怎么还呢？对不对？我也水费啊。那所以这种都叫无理要求。
就事论事。人家夫妻啊，有夫妻有短的，像两宋这个才3年，3年这结不结离不离都差不太多。你30年也有啊，对不对？我们举的那些过去举的那些例子，那个都由贫穷到富有，巨大的财富，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就包括这个谁呀？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贝索斯啊，你这么大的财富，全世界首富，他不是也面临着离婚？但是人家女方做的高级，不跟你纠缠，啊，没有非得平分这个原则。天下的事儿，我告诉你，所谓的平分也是相对的，怎么可能平分？你那个财产它不是一个钱好办，最后一切1出2就分了，它是好多都是说不清的财产。您马爷，你看您收藏，我突然想起，你比如说，假如您这个财富就是您的收藏，这收藏都得成堂的，它几把椅子，对吧？一堂4把黄花梨，怎么分？你说这一分，或者说你老婆也不收藏，那怎么分呢？那怎么分呢？就是明白人就是说一种恶劣的分法，就是所有东西都拿锯子1锯为2，对不对？那不值。那要不然就变成说你拿一件我拿一件，这么来回拿呗。农耕时代分家净这个，比牵牲口，对，一堆牲口，你牵一个，我牵一个，大家挑呗。所以你要说让它绝对公平，没法绝对公平。离婚这事儿就不要再试图找这个绝对公平了，要想开。八卦的这个新闻里边确实很丰富，有些呢就特别像胡同里的故事，比如说就是王宝强的故事什么，就他那个八卦狗血吧，跟这个市民阶层很接地气。对，有些呢太接了，人际太接了，关系所以观众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原来跟我们胡同里是差不多一样的，这故事也差不多。有些呢就完全是，你比如说精神上。你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八卦里有我喜欢的吗？有，格里高利派克跟这个赫本，最后他死了，他去送的花。哦，原来大家知道，当时罗马假日全世界都认为他俩应该在一起，最后他告诉大家，他依然爱着他。哦，是相爱的，想爱他一辈子。那么还有这个基诺里维斯跟那个桑德拉布鲁克，那么我看到有一个节目，就分别采访他俩说，其实我当时是喜欢他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就20多年了，但是当时因为他太好看，我不好意思看他。就是这种东西，外国男人也有这毛病，也有哎。其实我觉得这种八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自己很诚实的用，反正也都是演艺行业，大家去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这种也省去了被人八卦的一个这个烦。就我很喜欢一个韩国的导演叫洪尚秀，他就是跟一个韩国的女演员叫金敏喜，然后他们也是不伦嘛，婚外恋。然后这金敏喜交往的全是大帅哥，巨大的帅哥，但是后来就跟一个60多岁的这个导演好。而金敏喜很厉害，就是发短信给导演的这个老婆说：“你跟他好了这么多年，现在该我了吧？”就是非常猛。但是他们很有意思，就是后来洪尚秀他就把他们的这个感情全部都导成电影，就是他每一部其实都会有他们感情的影子。其中有一部我很喜欢，叫《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吧，里面就是金敏喜演一个女演员，然后男演员他另外找的就是一个导演，然后关键他不是美化他们的感情，他把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那种绝望，甚至是很龌龊的，然后这样的欲望、什么不堪，全部给表达出来。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就你不制造美好的幻觉，你告诉大家我就这样，这就是真实的我们的感情。那我觉得这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也不会在你身上投射幻想，然后再破灭。哎，有这样一种观点，就从你这儿来的，就是说这个艺术家。或者说是这个演艺人员，他们有感情经历多一些，跟他们的职业特点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俩人俊男靓女在一块拍戏，演男女爱情，一起待半年，他这有可能。而且呢，这些个经验也可以作为他们演绎的这个素材，或者艺术家创作的这个作品。这就说到说，那么我们这个观众对他们的要求，或者说所谓这个严酷的舆论环境，能不能因为这个就稍微松懈、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呢？现在好像观众对他们要求更严格。对，你看啊，我刚才一直在脑子想他这事儿，就是说的这个格里高利派克这事儿哈。你看西方文化是这样，他到老了他会说出来。中国任何演员到老了他不会说，他把所有的情感就跟着他一块就死了。他有没有？他肯定有，他不说。我就想起我在美国看过一个节目，那时候去美国住在一朋友家，英文听不了，他把一句一句给我翻
非常受感动。他现场就是记者采访一个男的，你这个节目好像就叫《我的梦中情人》，听着就好听。一个巨幅的大照片，特漂亮一女孩，他就说这就是我的中学同学，我当时怎么暗恋，他说了好多事儿。然后他说你真的很喜欢他吗？说真的很喜欢他，说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说那你就好好看着他。然后这张大照片现场砰就破了，一张纸哈，一个特别肥胖的女的晃晃悠悠的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是那女孩啊。你看这男的已经也变成那美国那个300斤的胖子了，跟那中学时代完全都不一样。这女的就特高兴，就说为什么就是你那时候喜欢我，你不跟我表达呢？就是他们都特别真实的表达。这种节目就是极为感染人。就我其实跟这个文化差那么大差异，我都感动的都不行哈。我觉得人生有这种美好，去有机会叙述，让别人知道。中国人肯定不会说，哎呀，说那我根本就看不上他，心里不是这么想。今天你要说做这样的节目，我觉得你中国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真实的表达，也很难。都变成演了，最后就是演型。他媳妇儿不干，我是对，他媳妇儿还不干，对不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影视行业或者大众传媒，它确实应该像马爷说，就是它不应该是缩减人们对于真实的认知。就当你影视剧里所有人都是从一而终，大家就认为好像只有从一而终这么一种选择。我觉得这个大众传媒或者艺术，它是应该展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人性的灰色地带，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些灰色地带，而不是就是一个美好的，但是是一个假象。我觉得这种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也会。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想啊，就是说，我现在就明白100年前乃至于200年前的哲学家们啊，在考虑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啊，他的很多观点的起因，我现在明白了。你比如说，认为资本是这个万恶之源，这个话。他能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到最后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件事情进来了。就是说啊，比如说本来演员演戏、艺术家创作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是咱们古典的理解。但是后来一变成这里边带了大批的资本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形。你说马爷，您说是不是？那么好比说，一个西方的资金看中了一个中国的某个当代艺术，哐叽一下。你们不是土鳖吗？我告诉你们，我有话语权，我就买，我1000万美元买，然后你们中国这些土豪们也跟着上，我一抛，类似这样的资本游戏，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好了，就像你说的，就像马爷说的，既然发现人都把我抬到车上了，我一看挺好，我再扎一安全带，这不也是人性之自然的吗？谁能挡得住？你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就是种种操作，你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个这么个东西是，当然咱也不能说资本这是它的恶的一面，它一定也有它善的一面。资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就是以前人家认为好多人都说资本它是一个中性的，落在好人手里它是起好的作用，落在坏人手里起坏的作用，不是的，所有的资本都不是抽象的，它是人格化的。怎么讲？它代表一个人的意志。看这个资本在谁手上，所有的资本都是有话语权的，就是我不是说把这钱就给你用了，你随便用吧，不是的，资本后面是有人的，我要最大化的，我利益要最大化的。当然我说的不是完全拿过来，他还是要变奏或者去改一些东西，用你的方式理解，但是他就是这个方式，你不开心也没用。大家愿意更快的。就接上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不同门类的音乐啊，互相这种冲撞和我是首先就是不懂，就大家对音乐本身不太懂，这个是导致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不懂什么叫嘻哈，我不懂什么叫古典，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这个是误会的基础。但是你要说不懂呢，我给你看一段小视频啊，也表现出我们这样的也有一种懂，可以放一下。嘻哈眼正在自己，就这个好像是我看过。摇滚眼正在自己，嘻哈眼正在摇滚，流行眼正在摇滚，民谣眼正在自己，嘻哈眼正的民谣。哦，抽到了！哎，谢谢大哥。摇滚眼正的民谣。就是说呢，比如说，那像我们不懂得看，这为什么摇滚要摇头呢？哦，
嗨，最早它就是那种反抗性在里边，比如说从黑人发明这种音乐，他把中音从前面变成后面，比如说以前是弱强还是强弱，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是理论派，他会把中音调整到跟你反方向玩。他从音乐根上来讲，它是一个反节奏的一个玩法。那慢慢，他可能更具备的气质是背叛和批判。首先，他的这种批判性特别强，他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批判精神。我在这个社会里边，我作为一个音乐从业者，还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要对社会有洞察，有拿出自己的态度，这是最早的一种摇滚乐的一个现状。那么时间推移了嘛，再到中国，对啊，第一是大家对本身这种音乐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够。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时代在变，中国是一个不能按传统去理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在很多层面上，因为这个信息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当年等待版权何时回归，我们何时能拿到版权，这突然 MP3 伟大的 MP3 出现了，全世界都崩溃了。那不是我们崩溃，滚石乐队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了，他们还在研究新产品。U2 乐队跟什么这个各种东西合作，找新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途径。就是当我们等待传统的回归，等待这种文化的集结的时候，时代变了，这种冲击让这一群人牺牲者非常多。你知道，就是其实说到根本上，因为我暴露我在这方面的无知啊，我真是外行哈。我觉得说到底啊，还是个音乐人口的问题。你比如说，哎，我没看啊，上次他们有人讲说亚东有一次，他们觉得也挺可乐的，就是说亚东想教大家一个，就是你说这个反节奏，就是我们该怎么给摇滚乐队，这个叫好吧，或者是那一期我看了，哎，是吧？对，那说好像怎么教，这个也教不会，你知道吗？就是甚至我记得早期有人有种看法，不一定正确了哈，就说我们这个汉族人是不是天生啊？高晓松说的，这个节拍不对，他还说是不是节奏感不行，还是说这个音乐细胞上有点问题？就是他不能跟着那个正确的节奏摇摆，他找不准这个点儿。甚至有人说这是个旋律性的民族。但我就不知道，比如说你在音乐节上演出的时候，你认为台下的反应，表现出他们是懂你的音乐的吗？这话反正得罪人，要说实话。对，但是你说别人，你需要人家懂吗？你不需要人跟着你一块唱吧？就是这些烦这个。这些特别你们看着很酷的那帮搞摇滚的，哇，天天就是那种重金属，不能说风格了，得罪人了，就是夸特别摇滚的人，去卡拉 OK 流行歌一个会比一个多，因为他也得要舒服。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他就是舒展哦，他也知道卡拉 OK 舒服是吧？对呀，唱一首刘德华的《来生缘》也陶冶情操，也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那不是说在台上总是那样，但是呢，台上那个他认为他是要传达的信号，他认为那是我要传达给别人的，台下有些东西是自己要享受的。对，但这是台上的人啊，你说没？我忍不住说，就是我老觉得像那个摇滚音乐会，我就特烦变成卡拉 OK 大会，就。唱什么呀？你让人唱好不好？然后我记得我去过几次那个崔健嘛，然后我觉得他很烦，大家在底下喊叫他唱一无所有啥的。那个花房姑娘他特别烦，他就觉得我有新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唱？就是还要听那个，因为大家想卡拉 OK 啊。啊，对。就你刚刚说什么是摇滚，其实我记得是谁，不知道是崔健还是谁说过一句嘛，就是愤怒出摇滚嘛，就是你得老觉得哪儿不对劲。其实真不是，你想 rock and roll 最早开始的时候 blues 就是美国二人转，对，很简单。对，这个解释特别好。对，它没那么多音乐，不需要承载那么沉重的东西。它就是节奏，就是爽，开心完了。你认为它是不加思考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味道在。做黑人的那个像那个谁，像 Chuck Berry。那个压步弹着吉他，那个做的那个动作，是他整体的那个东西会感染你。后来就是我们会总是想要让音乐承载一些东西，它其实它音乐本来就很美，比如节奏是美的，你听了一个节奏你就想动，这就是音乐的美。可是我们后来就变成说，好吧，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是怎么说，感官享受嘛，就跟你看颜色好看，你喜欢，你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感动。但是像您刚才放的那些，比如说民谣的就会苦苦的，就感觉特别穷，特别落魄；嘻哈就是大金链子，那个就是好吧，墨镜啊，对，这东北人哈，对这个其实特别表面。是这个都是就是对，就是符号，其实还挺无聊的。还是要说，其实就是我其实是特别害怕那个歌是套路的。我愿意，比如他们乐队，
你光是名字对我来说，我已经就是特别喜欢。我看过他们演出，因为二手玫瑰，哇，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二手玫瑰？这个其实特别容易。最早就是来北京看过很多当时的这个音乐人，包括主流和非主流的，我觉得就是都在 copy 那个年代。但是对那个过程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流行音乐的基础，这本来就是听国外来的，我们当然会有一个学习和吸收的过程。但是过了2000年之后，我认为这个桥段大家应该发生变化了。如果再是那样的话呢，可能就有点无趣了。就当然二手与其说是一个反讽，也有一个警醒的意思。或者说现在的再解读的话，二手的东西可能才是最好的。哇，没错，每个时代解读。那玫瑰呢？啊，玫瑰那对于那个年代的我，那就是个梦。对于一个从东北乡村里出来的，对，那其实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想。其实现在大多数歌还是东拼西凑，都是二手货啊，都是大家拼来拼去。那其实这个时代也大家不要提什么原创，你能够做最好的拼贴，或者说把不同的元素能够重新混合，那跟 DJ 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就是啊，这是他们的时代啊。你可以不高兴，但是对不起，你逆转不了这个事实啊。这就像你看当代艺术里现在有一种现成品，这原样拿来，但是我赋予它重新的关系和这个意义，但是这个里面你仍然能看出小众与大众。你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啊，就是喜欢电音，那喜欢电音就是这蹬子就蹦迪啊，全世界音乐节他都去，一直到现在跟小孩们玩，他就发现啊，他说你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他玩了几十年了，他说我们那一辈儿的全世界的10大 DJ 和今天的排行榜上这个 DJ 啊，他说我观察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啊？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199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 DJ 啊，你看着他啊像个工程师，就穿这个 T 恤，他也不跟你什么交流，也就是最多弄2下，他就是在那忙着一堆机器给你打，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这边跳舞的就如痴如醉。他说我现在发现现在的排名的 DJ 啊，表演性强了。他们这个甚至有的就是小靓仔，甚至这打着碟呀，就跳到台上，哈呼应。然后他说我去参加这个世界这个青年音乐节，他说我就发现呢，我以为就是说玩电音呐这些是小众啊，怎么会有全世界10几万的青年都去？后来他说啊，那个里边分成好多会场，其中呢这个最大的会场10几万人的这个主会场，他明白了这个里面也有主流。后来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是内行啊，他的分析对不对？他说我后来明白了，这还是流行歌曲啊，就是最大多数的那10几万人的场子，他们最欢迎那个 DJ 啊，他还是就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的，你知道吗？那种嘞，那大家最 happy。他说，但是其实我们原来听的那叫一个什么叫 trance 啊，还是叫什么？他说我有时候我跑到一个小的场子才会发现。那个是我们喜欢的，就是感觉简直都没旋律了，真的就是纯的节奏，他觉得特别有力道什么的。哎，你看连这个电音里边，就是哎，你觉得旋律是不是个特别大众化的东西？一定是的，因为旋律的跟随感特别强，但是节奏其实也一样。对呀，所以我就想起你刚才讲的这个得罪人的话，你还没说呢。不是，就是你观察，你去很多音乐节啊，因为我想了解中国人现在的音乐生活。我觉得就是拿这个现场举例子来讲，我们一开始今年巡演呢就是15站，然后呢有好多站就是大概开票几天就售罄了，当时自己还挺沾沾自喜，说是不是乐队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一盆凉水给我泼下来，他说梁龙，你知道为什么你票一旦卖得好就接着继续卖得好吗？我说为什么？因为这帮歌迷会分析哪个现场来人能跳水。跳水就是从舞台边上站起来往下跳，歌迷接着就传他，对，这叫跳水。说那个票卖的少的呀，他跳不了。还有这个，就是梁龙你太客气了，摔地下了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一看二手卖太快了，好像售罄了，赶快买。他这场一定能跳水，就我能玩的特别开心，我能嗨的特别高兴。你跳过吗？跳过一次，结果呢？这还行，那天挺文明的，接住了，就给我送回来了。对，但见女主唱尽量别跳水啊，因为就发生各种奇怪的行为。对，有的能接住，有的接不住。对，但是你看这个就让我特别反思。其实
现在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他就放松心的又更多了。像我最早我刚去演出70后，他不会干别的，他只会眼睛去看着你，他觉得你在唱他心里的一句话。完了，想我那个年代的人，是那样的。对，现在呢有没有这样的？有，我见过90后写20多文章，吓了我一跳，就跟个哲学家似的写的，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误读了，我没那么好。对，但是呢有这种纯玩的心态的，那你说他们是喜欢音乐吗？应该也是喜欢，但他们要他们一个过瘾的现场。他是不是个 party？ 是个 party， 他要他自己的欢乐，对，是吧？对对对，其实任何音乐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深刻的一面。像那个亚东老师说的，这个我完全承认。还有好多年前，03年还是02年，那会儿迷笛在学校举办，不是像在大音乐节，去之后前面站了一排头长过膝的感觉那帮人，他也不管谁演，他的只有一个姿势。那你说这深刻吗？这跟深刻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不觉得有什么深刻，他们就是甩去了。但是确实显得比普通的路边野迪高档点，这咱们确得承认，对，从气质上也不太一样。对，所以你说我是不懂哈，我专门还问了好几个这个身边年轻人，你看有个年轻人他就说，哎，就说好听不好听吧？你说摇滚，许巍的好听啊，他比如说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对吧？对，好听啊。他说确实就是很震撼我呀，我这个是没问题啊。他说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说有一个乐队叫涅槃，Nirvana，他给我放，他说你说我没法觉得那个一听就喂呀，我都咣就这种重金属的这种哈。他说我是不懂吧，我怎么也不能认为这为什么是好听？我自己瞎猜，亚东，你帮我指教指教啊，就是说是不是像有些摇滚它跟状态和环境有关，会不会是有些所谓太闹的、太硬的？比方说，它不是你这个小酌怡情的时候，听的，是不是非得在现场演唱的？您刚才说那个像 Pink 就平克·弗洛伊德，像这种队，就是他们的来源就是他们灵感来源那个面向特别宽，他们喜欢艺术喜欢文学。那在他们其实他们是一个开创了概念专辑的这样一个队，就是做一张专辑10首歌是有关联，它是一个大的故事。我就觉得他那跟交响乐一样，就其实是他的艺术品，那是对艺术品。你想他在他的时代，他的专辑封面都是不露脸的，都是有画像月之暗面那个，到现在还在卖他的那个，他们是。就非常艺术感非常强，而且团里的那几个人个个都是好手，就每一个人都是单独都是大师，所以他结合在一起，他是会做出特别多开创一个时代的事情，比如像后面的 Radiohead 做像 OK Computer， 其实都是从那个里面来的，他们是那种从各个地方能吸收来灵感的，像科本那种就是属于。他在燃烧他自己而已，他可能没有什么办法，你不能说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通透，他就是那样的，那也是他的局限。像灿烂涅槃那句话一样，他可能就是唰，对，他是吧？就是那个火冒完就完蛋，就给自己烧死，非常非常强。像你比如说，我是那么喜欢音乐性的人。就我有一次，就是我胃不好生病住院的那1个月，我天天都在听他们歌。按说你的心情都那么灰暗，可是只有那个歌是对的。我听了整整1个月，然后病好了吗？好了，就是能治病，能治胃病。他给你的是那个怎么说？是一个就很难说清楚的一个力量。这真是心情的好坏和伤口愈合是绝对有关系的。有，还有刚我接那个杨老师说，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70后吧，我们是通过什么都不懂，然后东一下西一下，最后可能还得误打误撞接触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就选择哪个你喜欢，哪个你不喜欢，这个过程是挺尴尬的。其实可能一生你都没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对，你没有碰到个正确的国外的孩子不是推荐，父母就是很放松。今天跟你聊了布鲁斯，明天给你听这是哪汪呢？后天这是古典乐，这孩子也是稀里糊涂。你像那么小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但是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他可能他打小就说，哎，这闹的我可能偏喜欢点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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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有点静。这我们小时候听不见，我们小时候那个选择东西太局限了。现在好像东西多了，可是父母还没到那个历练的过程。你觉得这个闹的怎么欣赏？
你比如说，好比说，你说 Coldplay，喜欢很容易，那听就是好听。但是你讲这个 Radiohead，可能好像就觉得不是那种通常的美的。你比如说，你二手玫瑰也是啊，很多时候别人说是怪腔怪调。对，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画面来想，就是早上有好几种画面，一种是放的非常优雅的音乐，然后他也到窗边就拿着牙刷，他的一天是从这种特别平和的生活开始的。还有一种就是重金属，当当当当，他也去那个窗口拿着牙刷，他的一天是从激情开始的。但是我无法理解二手玫瑰，看着那个牙刷在窗口阴阳怪气的听首歌，他的一天是从哪儿开始？其实我对自己的是有宿命论的，二手玫瑰不可能成为一个 super star， 它不具备那种就是传唱性。但是我们比如对于我的要求是，它应该是个艺术品，它将来是中国的平克·弗洛伊德，它是就是我会往艺术品的方向去推介自己。或者说在所谓的就是说，黄丽媛说过一句话嘛，就我前经纪人说，进入中国摇滚史很容易，进入中国文化史很难。对，我希望就是中国应该有他自己专属的当代音乐文化史，不光是摇滚乐，就是我们有对音乐的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东西能推荐给这个市场。我说这个是解决，不能是解决，是让根儿产生更好的基因的可能性。那他这个志向存高远了，那这是所以说就活不了了。对，越高远就完蛋啊。我就理解，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个状态就有点像你像那个《相继宣志》里面讲那个人的状态，他说这个明然勿作，言养笑歌，就讲一个人你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然后你自己忽然想抬头就吼两声，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种特别原初的那种东西。有的时候啊，你得跟他同频。或者你跟他有同样的状态，比方说他有些时候这个嚎叫啊，他嚎叫实际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泄，也可以说是一种解放。那么对于不习惯解放的人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你反叛。但是呢，如果你心中也堵得慌，你跟他同样一个状态，你觉得他吼出来你想吼的，是不是？他这样就实现了一种同频。你看，但是亚东，你比如说你这么安静的人，你能说说音乐对于你的生命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生活无聊，或者说有时候觉得活得特别累，没完没了的麻烦。其实，在音乐也一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听一个音乐会感动，特别感动。可是过后呢，我又会觉得哇，好做作，这个东西让我又不喜欢。其实就是有点俗。对，就我其实不太喜欢联盟这种，就结成某一个帮派什么，就也不混圈子。就滚圈也认识，流行圈人，我就不爱。就是如果我觉得对一个东西熟悉的时候，我就想转到别的地方去，我想听不一样的东西。大概是对找一个乐趣，并没有说就是听这个音乐，此刻能带给你很好的感受，让你觉得活得有意义，突然比那个世俗生活好像变得高雅了许多。我也喜欢，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无聊。就我就想追求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让我特别本能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是确实是被压制的。我们这一代，因为我比他大嘛，所以就是压制自己已经成为习惯。对，这个不大能放开。是的，你特别想，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纠结，我要不要放开？就我看他们演出，就是我看过一次他们演出，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是这样啊？对，我是说，我是要去跳起来呢，还是满地打滚儿？对，就是就解放那个东西是挺难的。对，你觉得摇滚乐的受众是不是需要有这种解放自己的欲望？肯定是这样的，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羞涩的东西，他们就来我就来玩的了，而且甚至于就是有的女孩自己放在喇叭里放着循环播放，说找男朋友啊，专门找男朋友，就是他已经超越了我觉得已经超越了我演出的层面了，就是，但是他们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来现场，我就是好玩，他就还是说的那个好玩，就是派对嘛，对，就派对，我觉得现在对我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成熟的想法，就是老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很讨厌这个词儿，虽然就是一个没有殿堂的这个时代，就是什么都是个派对。我有时候经常看我书架上的书，我觉得那些作家活在这个年代，肯定成为不了这个网红，就肯定没有人不会那么去流传。就是你会觉得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以它的流传性、流通性。就是或者说我能在这个里头的参与感，我能来听演唱会，我是个派对，我不管你唱什么，我在底下有我的参与，我的欢乐，
是这样。是他们乐队像这种歌迷，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懂那个点。就有的时候越是这种，而且他并不回避你刚才说的人性里的那些，大家都不用，就是谁也不用装。对，每个人的目的可能都很清楚，对，不用说我也玩的。可是有的人他用这种看起来比较，怎么说呢？你甚至可以说有点低俗的行为，但是并不能掩盖他其实是很有那个点。很严肃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可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自己变成那种，就是其实很蠢，但是非要装，就是不能活到特别自在。但是这个确实，因为我是做音乐，可能跟大家对音乐的感受是不太一样。我已经没有办法欣赏音乐。简单的说，就是我是职业型的。对，会发现那个不好的东西，这个我简直忍不了。没错，就正如说，可能郭德纲也早已经失去了听相声的乐趣，对吧？他总觉得哪儿是不是还火候不到或者什么，这个判断会让你就比较难过。那创作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比如我写歌，如果是一直用这个方式写的话，你是熟悉的，你每天这一套，那你写的东西就是这一套东西。是。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就是有时候像是你置身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有可能你是完成不了那个的，你会走到死胡同里或者怎么样。可是这个是我会觉得着迷的那个东西，但是歌迷其实是很害怕，听歌人很害怕这个，就是他其实是愿意你给我一个抓得住的东西，旋律也好，歌词也好，风格也好。就是我能得到什么？我始终能在这个里面获得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熟悉感啊。但是这个对创作来说，或者像他们乐队这种，其实特别困难。而且，比如他就说他的歌迷就会变少，就是很简单。因为当你赋予这个东西一个很多，就是有门槛，这个门槛高了以后，可能就会。别人觉得就你就会损失掉那个年轻的，或者说摇滚的，那个精神，就是他们其实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看谁都不顺眼。对了，你讲这个，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的环境下，一方面呢真的是特别好，我想听的什么音乐都找得到，对吧？但是从另一方面呢，我不是要说到，就看很多乐队生存非常艰难哈，我就意识到，最近我还跟他们学了个词儿，叫宝藏一族。你知道有这么一种人吗？就是说我是你的歌迷，我就希望你保持小众。你要是商业化了，你要是上了综艺了，甚至你要是出了名了，我就觉得被玷污了一样难受。列侬不就那么死的吗？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大众了呢？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这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说，我喜欢的一种音乐，如果被那些我瞧不上的，他们现在叫出圈嘛，他要一出圈哎呀就脏了，从此我不粉你了。明白。但是呢，我就看一个小哥们儿写一个网文，他讲的这个道理也挺极端，你们也可以评评这个理儿他就说。他说要照我说，这个有些宝藏一族，你还不如那个追小鲜肉的那些妹妹们。他说为什么？你在这个网易云音乐上咔咔的这么免费的听，就怎么说呢？说白了就是说你的付费能力不够支持你的这个喜爱。如果你真喜爱这个小众乐队的话，是吧？你也不给他钱，那么你也不希望他出名，你也不希望他这个商业化。他说相比之下。那个小粉丝们，他们倒认清楚了一个真理，他换了广告主，啪，大家就去认这个广告。那个资本，你甭管你对他的音乐看法是另一回事，资本看到，那当然我要给他最好的配置和投入，我把它打造的这个光芒四射。所以他就说，那相比之下，有些的这个宝藏一族，就是说你要真是喜欢，你能不能这么支持他们呢？你又不能。他们用精神支持你你要求太高了。所以梁龙开始做周边。对，梁龙可以没有体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巡演最后一站，因为这一路正好乐队夏天爆款嘛，爆火的时候，所以到每站的中间有一个脱口秀环节，就是瞎聊天。然后呢，我先问一句，我说大家觉得我应该去乐队夏天吗？哗，70%-80%去。
我当时在蒙圈，我说啊，原来乐迷对这个其实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大家觉得就很好的一件事情。对呀。然后我说了第2句话，我说我一个当导师的，我为什么去当学员呢？其实我完全是一个玩笑。我第1句话说我该不该去呢？70%%是去。对。第2我说我是当导师的，我为什么当学员呢？对。就是你知道他瞬间会秒变他的价值观，但是这一看就是娱乐，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不能看得太严肃了。从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歌迷的转换来讲，其实所谓宝藏一族也好，还是说这个去买断的矿泉水也好，我认为它层面是2种方式方法，就是咱们不能把一个就是精神贵族变成一个粉丝集群的这种对接方式，这是没有办法在一块聊的。但是那亚东可以说说，就说这种乐队理想的人，那他没钱怎么办呢？没钱都不行，没钱都不行，都不用想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怎么可能？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类东西，都不用回避商业性。这个我们做了歌，你生产那么辛苦，录下来做成东西要听，不就是要卖吗？对。如果你压根儿就没想要卖，你录它干嘛呢？就是它没什么意义。我觉得小众喜欢的艺术的理想有我们的价值，我们希望你永远这么纯洁，可是你活不下去。那活不下去。其实国外很多乐队，咱们俩刚才也聊，他们是选择性贫穷，他们有钱，只是他们愿意自己的看起来是没钱的样子，或者说他更喜欢那个方式。确实也有很多艺术家或者人，他们赚到钱自己并不享受的，他给别人捐钱什么，他做很多别的，他生活里并不会由此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而且特别多像有名的艺人，他们都是成名赚很多钱都不离开他那个破屋。就是说你都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他说我离开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了，我写不出歌。比如说我是个摇滚乐队，我想更有市场，让更多人知道我。那么假如说我就得去唱一唱小苹果或者网络神曲，就能获得这个市场。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呢？就改变了我的路子。那就看你是要那个结果，还是享受你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就有的人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我上来就是我要写出一首大红大紫的歌。这是他的目的。对，有的人说我一定要变成有名的大明星，那你就得去，你知道什么卖钱，你就得去那么做。有的人是说我只是想创作，我喜欢音乐，那个过程我并不知道最后会获得认可或者怎么样。所以有的人就是你看我身边的特别多人，就是比如也不提人了，就是比如我说人不说名对，就是说特别多人喜欢我，但是这是个负担，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愿意让别人讨厌的嘛。对，就他心里总会是说，哎呀，那这么多人喜欢我，我要不要继续让他们喜欢？我写他们继续会觉得好的东西。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我知道的朋友，或者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作家，什么都是他所有的创作激情都是来自于对抗这些东西的。结果突然有一天，他的作品竟然大卖了，他就崩溃了。他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承认我呢？就我莫非已经俗气到可以让这么多人喜欢了吗？敌人消失了，敌人消失的那种，就是很奇怪。他说的那个太有意思了。像你们演出什么，像他还挺享受这个，他在做实验一样跟大家玩，挺有意思。不然的话，你要是仅仅是为了讨得别人欢心，这个太心酸了。我觉得这个也太苦，没意义。这个就像你看，他们电影界不是也有人放话，就是竟然敢骂观众。对吧？那我就回答你一个字，怎么会？同样，我估计好多音乐人他憋在心里想说不敢说的是吧？那没有好音乐，是因为就是这个音乐接受的现状、消费的现状。忘记我忘记是谁说过，他说以前对牛弹琴，现在牛也弹琴，就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就是你发现因为门槛太低，人人都是艺术家。那当然像虽然我不看抖音什么的，但是我知道里面有特别好的内容，我确实看到，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能有这些孩子都是小孩拍东西好到，真的就是特别让我这种觉得哇，他们敢这样做，
就真的是有好的东西的。我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而且就是如果这是个，就是如果人多，那个像金字塔一样，我觉得基数多一定会最后，促进到整体的。就是说，你最后就是你坚信中国人民的音乐欣赏水准一定会以及创作能力。对，我觉得量变到质变，这是个暂时的阶段。目前暂时这个我同意亚东老师，因为当年这个超女吧，叫还是什么刚火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帮玩音乐的人觉得这东西太怎么也是那种观点嘛。后来当时我聊天，我跟他们说的就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就没有结果，你一定先让大家他有选择。对吧？以前就一李谷一，然后天天打开电视就是他，然后你认为你懂审美了，或者不懂审美吗？这怎么能当为一个结果性去判断呢？对吧？只有这各种门类的音风格都出现了，甚至各种形式，学猫叫也好，然后明天的那种抖音玩法，对吧？当大家阅读量和丰富性足够的时候，慢慢下一步什么呢？开始选择了。哎，对不起了，亚东，您说那个我可能不太喜欢，对，或者你说那个我能接受，只有这时候才能选择。那这个过程呢，咱们只是作为我们从业者来讲，希望它尽量别拉得太长，让我们好好的等到那天看一眼。你们这么聊，我就有点聊明白了。就是说啊，其实早晚有一天，这个浑水会逐渐澄清的。那个时候，这个沙子里边的金子，它自然会显示出来。好作品永远不会是要时间考验的。对，就是你就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是它果真不够好，一定是无效的。你可以短暂有流量、有赚钱什么，但是它肯定是没用的。这就我们聊到亚东一定收藏过很多发行了几十年的专辑，那是收藏的什么？收藏的是价值性音乐，那是。就是我们这个圈其实分析过，为什么一些经典摇滚的或者是经典的专辑，你隔了20年、30年，你会重复去购买，他们一直在平稳销售。当年可能一年销售了100万，20年之后你发现它每年销售3万、5万，它始终在一定量的去销售，这就是价值音乐。是，而且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古典音乐，有时候会问说，问一个人说你听古典音乐，他说我从来不听，但是你给他唱一个古典音乐的某一个句子，他马上接出来下一句。是的，是那个东西是在心里的，很微妙的，就是很多人不觉得我会欣赏古典音乐，我都没听过。不对，那个东西你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太熟了。是《天鹅湖》，对吧？对，你哼一句，他就给你接下来。这成了这个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没错，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的这些就是怎么说，信息特别多，你脑子都是很乱，很碎片。现在感觉睡一觉都已经整理不了，以前是好不我睡醒一觉。又恢复那个碎片整理了，我觉得自己今天比较清醒。现在睡觉都没用，起来还是碎片，就觉得多到要爆炸的感觉，信息太多，量太大。但是那些东西最后能真的过滤掉留下来，我觉得可能真的未必，它就是扰乱你，但是你肯定不会记住。倒是有一些东西你没觉得要记住它，但是你会记住那个东西。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谜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喜欢某一种音乐，或者说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为什么不一样？这个2014年，2014年4月号的这个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加拿大一个大学神经生物研究所的一个论文，或者可以解释啊，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做一个实验，9男10女，然后呢，每段听60段音乐，每段音乐30秒，都是他们没听过的音乐，然后呢，让他们听，就跟特别像在唱片店买唱片，就真金白银，你买不买这30秒？就然后再同时呢，对他们这个大脑啊，扫描这个核磁共振成像的那个扫描，最后就发现挺有意思，说这个只有一个地方兴奋，就他掏钱买的时候哈，叫福格核，就是枣核的那个核，就是说我们大脑里有个核这个核呢是咱们的奖赏回路的核心所以音乐了不起啊，听觉了不起，就是说啊。只在人的最基本的生理反应，比如说你吃美食，或者你亲吻你爱的人，这个跟你最本能相关的时候，这个地方兴奋，就是他奖赏你嘛，他奖赏，然后还有声音，这个音乐，按说单音毫无意义，把单音按照一定的模式排列起来，你听到某个30秒，你这个地方就兴奋。
就让你买。那么为什么他喜欢这个，你喜欢那个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听觉皮层。这个听觉皮层储存着你听过的所有声音，你这辈子听过的所有声音。你以前产生过愉悦感的那个音乐，如果你一听到这个声音，你这个记忆皮层就像这个壶发信号，你就高兴，就买。那么他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什么呢？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爱听老歌。熟悉的，就是说你就是虽然是你没听这些音乐，虽然是你没听过，但是呢，有些熟悉的痕迹，比如说特殊的一种唱法，特别的一种节拍，或者听的人呢，他预期下一个音符，就是他预期的那个音符的时候，他就愉悦，没错，他就买。所以他就说，用这个实验来解释，你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音乐，实际上就是你觉得你记忆中枢的那个舒服的那个声音似曾相识，啪一下就打中了你的奖赏回路。那这个其实，这个挺准的，这个原则，因为就是你看照片，摄影家也有这个原则，你看到一幅画，让你回忆起一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人可能喜欢一个东西就重复喜欢一个东西。没错，但是现在的所有风格其实没有发展的，比如说除了像摇滚乐，现在确实是少了一点点它的风格啊。比如说像乡村音乐了、布鲁斯了，还有像古典音乐，我们是觉得它数量少，但是它从来都活得很好。他也不介意你要不要听我爵士乐。那有那么多年轻人，像郎朗这种，就是到古典音乐领域去继续，是那个音乐就是怎么说呢？是特别多人累积起来的一个东西，大家在共同维护那个它的那个传承，它永远断不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甚至那个人喜欢什么音乐是因果是之前我就对这个东西有天然好感，都是有可能。三生三世啊！就为什么到了某一个年龄，你会突然喜欢某种音乐，也是因为你的经历的积累。你好像觉得就是有一些音乐，就像我听某些音乐，就是听了那个歌，突然觉得这个歌我以前听过，就是像找到了一个我找到了那个感觉一样，家园是。他看到那首歌还会泪流满面。对呀，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回来。那个歌是会这样的。你刚才说的，它是会让那个时间，比如说我听到那个歌，并不是跟歌没关系，而且我觉得流泪是比较低级的一种情绪，不要太克制了，不要太克制了。对，就情绪化嘛。明白。但是情绪化就是，如果你突然因为朴树的歌词里有一句什么 Windows 98什么的，我突然想到我的电脑屏幕，马上想到我那个屋子，那一刹那我就回到那个胡同里，就好像我没有过接下来的这几十年一样。它就是有这个能力，音乐就是它就是怎么说，比如我们话筒一录，就把这个时间的空气，所有的东西都定格在那儿，就是会有这个能力。但是仅有这个，我觉得又不够。就比如说，因为我可以沉浸在比如听乡村，或者有时候听个什么，我觉得我还是会放下自己，就是没有自己，把自己投身在那个，就你已经不见了，你是在无我的状态，你进入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记忆里面，你活在那个记忆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是我愿意听到特别的声音，比如说像二手玫瑰，我第一次看他们演出就我没听过这样的东听没错，我头一回看就是我一看一东北大姑娘来了。他的旋律、歌词的想要说的那个部分以及节奏，这个是超出我想象的。或者说，其实对于我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专辑，那就选择我是要不要那个所谓创新，不是说创新一定是什么都有价值，我觉得都要冒险。我要不要冒险？对，就是我要不要去做一个，就是完全不在你那个舒适的那个东西的。对，那反而我会发现说，好吧，那个东西也已经进化了。现在的，比如说国际上有特别多，哇，好到发指，匪夷所思，他们的那个对音乐表现的方式、形式、节奏、旋律，你会觉得
就是你没听过的啊，可是竟然你马上就接受。就是它不是，你原来我是可以接受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有时候特别矛盾，就是想获得成功的话，就得要舒舒服服的去找大家觉得舒服的那个东西，惯性的神经通路。对，因为那个肯定会有效嘛。对，如果你要是想找别扭的话，那就你可能自己会很爽，但是就有可能下面不会再有人有反应。所以你讲的这个特别好，他捋清了好多问题，就是说啊，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的音乐消费者来说，它呀就是形成一个固定的神经通路。比如说我爱听校园民谣，一听我就想到了我的初恋，对吗？好像我到老我再听我都会流泪。好，我就这个就行了。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要创造新的神经连接，他要创造新的，就是说，其实这就像绘画一样，对吧？为什么我们说它其实不叫神丑，它不叫神丑，而是说一个东西太甜了，像刷牙一样，这种舒服啊，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是不满足的。对，我们得创造一种新的。猛一听你像是不舒服，但是实际它意味着开发一个新的神经连接。其实他们这种人本身幸福感也挺低的，也算是为人民服务了，因为他不走寻常路嘛。对，其实你看一些艺术家，包括一说什么哲学家、智者，他们的幸福指数非常低。没错，幸福感特别低。你的幸福感怎么样？我特别幸福，所以我说智商不太高。幸福感分高级低级。你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得娱乐他们？你不会有强烈的一种这种压力吗？没有压力，我觉得就是舞台上就是唯一目前对于我来讲是存在感的地方。对你生活当中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当中你已经很惯性了，就大多时候，对吧？甚至你睡觉起居的时间，你的所有的结构都特别明确。在舞台上相反，你看也是特别明确的，你必须得服务好的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但是那个你有存在感，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用存在感3个字，就你在活着。对，你觉得大家伙都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候，跟着你一起在摇摆跳舞的时候，你自己感觉是不是特别嗨？也有时候他们也不嗨，有时候就你特别深情的想唱一个那个历史歌曲，然后他们根本不解你风情，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不光是看他跟你跳，整个那个过程，就是我在舞台上，我认为这个时间长了变成你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后你发现你会有一种就是抽离感，就是舞台上是生活，舞台下是另一种东西。所以做歌手特幸福是吧？你觉得就是你能抽离出你的亚东刚才讲这个勇气，我有个印象很深，就是约翰列侬，你知道就是他呢原来是这个 Beatles 嘛，跟着一起，他们一开始是广受欢迎啊，后来是听说是找了大野洋子还是小野洋子，不是乐队，后来又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约翰列侬呢有点染上这个艺术范儿，跟着这个小野洋子最后进入到某种声音实验，是的，声音实验，所以我后来看过一次他们的这个演出，我就感觉到这个歌迷啊都哑然。也是万众歌迷，就他跟小野洋子，这真是勇气啊！就当年 Beatles 的旋律多么朗朗上口，然后他跟小野洋子有点像狗一样还是什么着，就这么，其实他是在进行一种声音的这种很艺术性的这种实验。但是你想，底下都是 Beatles 的歌迷，我就发现全场那种要叫我呀，我觉得好尴尬，就是为什么不唱他们喜欢的？为什么2个人在这儿跟猫叫似的，就这样？哇，他们我觉得 Beatles 是太伟大的乐队，我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那个年轻人该做的一切。你想，他们好像不到30就散了，从主流到实验，对，先锋，对他们每一个人，吉他手会去印度去找东西，从古典音乐里去找东西，你无法想象他们做的那种尝试，就他们的视野，就简直匪夷所思。你现在你粉丝就得骂死你，你怎么就刚才说的奇怪现象，就是总说提到一半说美妆的事儿啊。我当时我说，如果我做美妆是会掉粉吗？然后这边开玩笑说为什么掉粉？后来你看我化了20年妆，是因为舞台，
对，最后呢，完了我的团队呢让我非得化那么点妆去嘚瑟整个美妆，结果一天晚上涨了3万粉丝，你从哪说理去？你还不高兴啊？我那30万粉丝，我辛辛苦苦好不是我以为这是一个标本，说明摇滚乐队生存不下去了，不得不卖口红去了。那没有，戏路子宽，戏路子宽。现在还没有4号找我吧？还没带货呢，是吧？没有。就粉丝其实有时候会装的努力跟上的，比如说像我以前喜欢那个窦唯，后来他出的专辑都没有歌了，全是曲子嘛，就是我们就得努力装的还能听窦唯。所以其实就亚东说到底，它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们音乐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为自己的音乐，还是为人民的音乐？你在这个矛盾当中，你们都怎么选？自己爽还是别人爽？对，你怎么选呢？按刚才就官方说嘛，自己的音乐不就是人民的音乐吗？这太官方了，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就像刚才你说听我的舞台的问题，你说是看别人爽吗？肯定有。然后别人看你特别跟着你动的时候，对那种外在的刺激，那肯定有。人就像虚荣心都有，对。但是音乐，说实话，越写会越矛盾，越写越矛盾。因为你一开始打江山的时候，你写的一定是你自己。最后你有一定的小江山了，有一定的小基础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难以琢磨，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比较走入个人化的，就像刚才你谈到窦唯也好，其实这个就是慢慢就修自己，他不考虑太多，对。但是我们就不能用市场的份额去评判它了，或者说能不能读懂？我认为往新走的我们不能读懂，也读不太懂。对，所以最后你知道，我看过约翰列侬一个纪录片，我真的是觉得今天的乐迷啊，或者说所有的人啊，能不能欣赏一种人格美？就是你知道，最后我就看着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啊，就是那个沉和雾气迷茫，两个人穿着风衣互相挽着走向迷雾深处，就是走向他们所要的那个精神之地哈。对他们，像他，我也看过那个，像他演出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好。他跟那个观众说，那个前排的后排的观众，请你们拍手。前排的观众把你们珠宝弄得响一点，酷，就是酷，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什么废话的，他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可能都是跟他自己思考有关的，所以他觉得现在呢，有的时候特别想要让自己就不要失去那个每天就是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跟朋友聊天说一个什么事情，最后都是哈哈哈哈哈一个表情，明白？我特别想不同，可是我特别想有的时候想说一点什么，可是那么说出来，对方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了今天？对，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变得不敢表露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尽量让自己随着大家的那个东西。所以看到他们，你刚才说那片子，我看超级感动，这种把我感动，就是他能有料，就他的一句对白证明他干那事儿他是顺延的，没错。最受不了的前面他也没干啥，后面也挺个人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那种就算了，对，是吧？对。虽然不作为批判对象，反正咱也别理了，就没对你讲的特别，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崇拜和崇拜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崇拜的一个人，当然。他的最初是因为他的电影、他的文学、他的音乐吸引了我，我崇拜他。可是我崇拜他，我就愿意他做他自己的样子。你看，后来他也许出的有些音乐不是我这个胃口，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说去骂他，或者说你怎么变了，你怎么不是我们这一路了？我是会好奇，我说一个我这么喜欢的人，他的改变不可能是偶然的，你知道吗？我会追踪他。想想他为什么会改变，然后尝试跟上他的步伐，没错，你知道吗？跟着他一起走入这个深处，对吧？哎呀，那个我觉得那才叫迷一个人。反正至少我个人觉得是那样。对，不能不是说我们喜欢他，我们就得绑架他。你永远他不是服务员，他不是你的服务员。而且他必须得变，因为他的歌迷会长大的，歌迷会变，你一定自己要变。一开始你聊那个张楚的事，我有时候没截胡，没问你，你那天看他有新歌吗？还是都是老歌？基本上是老歌。对，所以你那篇文章他就没看懂。坦白讲，他没在变化。他没有变化，但是话。